个画面被网友截图转发了几十万次。拍摄现场，神隐剧组，王安宇刚刚完成了一场极度消耗情绪的戏，阿英灰飞烟灭，他饰演的古静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消散于空气中。导演喊了语 quote 卡语 quote， 他却没有起身，他就那样蜷缩在地上哭倒了，久久无法自拔。就在所有人还在等他缓过来的时候，一个身影飞奔过来，蹲下去塞给他一块小饼干。那是赵露思，那是他最喜欢吃的那种小饼干。网友看完这段花絮，评论区炸了，语 quote 像极了我那不会安慰人的朋友。语 quote 拿饼干安慰人真的好甜，谁懂？语 quote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实反应。语 quote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王安宇和赵露思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人在最开始并不被看好。赵露思是什么咖？与凤行，星汉灿烂，古装剧女王，自带流量，随便一部剧上线，微博热搜能霸榜一周。她的名字在内娱的古偶圈几乎等于爆款的保证。王安宇呢？那时候的他只能说是语 quote 有潜力的新人语 quote， 在《欢乐颂5》里露过脸，有一定粉丝基础，但论咖位、论资历、论市场号召力，和赵露思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所以当神隐的男女主搭档公布的时候，网上有一种声音，不算小，赵露思这次是不是亏了？她配得上去的男主怎么选了一个名字都不太熟悉的？这种声音甚至蔓延到了剧组内部。有消息称，开拍初期两人的磨合并不顺利，赵露思的粉丝护主心切，各种语 quote 女主不该屈就语 quote 的讨论吵得沸沸扬扬。在某些宣传素材里，赵露思和王安宇的互动确实不多，被部分网友解读成语 quote 态度冷淡语 quote 嫌弃小咖语 quote。 表面上看，这两个人似乎有点尴尬，但你们不知道的是，就在镜头之外，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为了出演《神隐》里的古晋，王安宇给自己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目标，用1个月的时间瘦掉近20斤，断碳水，控饮食，高强度训练。他做到了。古装一穿，飘逸潇洒，确实有了那么一股语 quote 真神之子语 quote 的气韵。但没有人告诉你，在那1个月里，他的状态有多糟糕。长期断碳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是极大的消耗。整整1个月，他心情低落、焦虑，有时候早上睁眼就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压抑。而就在那段时间，他说过一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他说，那段时间最开心的事就是去拍摄现场，因为只要看到赵露思，心情就会变好。你可以把这句话当成客套话，但你看他说这句话时候的眼神，看他停顿的那一秒，你会觉得这不像是在客套。赵露思知道他的状态吗？大概是知道的。片场花絮里，他递饼干的那一幕太自然了，不是语 quote 我在给你宣传素材语 quote 的自然，是语 quote 我知道你现在难受，我也只能这样了语 quote 的那种自然。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很难描述的东西，它不是轰轰烈烈，不是电光火石，而是一种慢慢渗透进来的默契。你注意到了，但说不清楚它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如果你也觉得这段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别忘了点个赞，让算法把这个视频推给更多人。神隐在2023年12月11日登陆腾讯视频和芒果 TV， 谁也没有预料到它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浪。开播之后，网络热度一路飙升，截至收官，官微主话题总阅读量突破50亿，讨论量超过920万条。在灯塔、猫眼等权威数据平台，神隐长期占据榜首。到了2024年年初，全网播放量已经悄悄冲破16亿，成为那一年开年最受瞩目的古装剧之一。但有意思的是，争议也一直存在。有人说语 quote 这部剧的 CP 感，说真的没我想象中强。语 quote 另一边的人不服气，语 quote 你看剧的时候没好好看，
还是眼神不好使？与 quote 这种分歧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王安宇和赵露思的化学反应不是那种一眼就燃的类型，它需要你静下来细看，才会发现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心动。比如那场手势教学的花絮，两个人现场演示剧中的法术手势，网友看完说，与 quote 像极了一个抄作业，一个查作业。与 quote 赵露思笔心3连，王安宇一脸认真纠正，那种既嫌弃又宠溺的感觉，演都演不出来。比如那场采访里，主持人让两人用一个词形容对方，赵露思不假思索，连说了3个词：文艺、帅气、温暖。王安宇扭头看了他一眼，故意说，与 quote 很圆的气场。与 quote 赵露思立刻做事要离开，他马上补救，与 quote 开玩笑啦，你是美丽可爱。与 quote 3秒钟之内完成了一套完整的情侣日常。这种互动是提前设计好的吗？也许有配合的成分，但那种节奏，那种对彼此反应的精准把握，不是排练几次就能练出来的，那是真实的熟悉感。评论区，你觉得他们这种互动是与 quote 戏精上身，与 quote 还是真实流露？留言告诉我。现在我们来说说最核心的问题，王安宇和赵露思到底与 quote 有没有可能与 quote？ 网上的讨论从没有停过，有人说两人被拍到共同出现在某场合，家人都在，有人说王安宇在片场对他特别好，超出了正常的搭档关系，还有人翻出各种细节截图，认认真真的做了一份时间线整理。但同样有报道说，两人目前只是关系好的朋友和搭档，仅此而已。说真的，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而且坦白讲，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我倒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说说这件事。内娱的银幕 CP 里有2种截然不同的化学反应，一种是用力过猛型，两个人在镜头前不断放电，不断制造接触，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提醒观众，我们很甜，你们快磕。这种 CP 感暴则暴矣，但容易让人觉得有点刻意。王安宇和赵露思是另一种，他们的好是那种你不刻意去看不出来，但仔细看之后会觉得与 quote 哦，原来这个细节也是这样的。与 quote 是赵露思在采访里下意识帮王安宇顺了顺衣领，是王安宇在合影时候不自觉就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是两个人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时给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答案，却是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接受的采访。这种化学反应无法伪造，因为可以伪造的是动作，是表情，是台词，但伪造不了的是那种在一起久了之后连思维方式都开始趋近的频率。这就是为什么与 quote 姻缘天定与 quote 这4个字会让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磕下去。好，说到这里，有3件事我想留给你们思考。第一，一部剧能不能爆，从来都不只看剧本。神隐的剧情评价2极，有人说老套，有人说好看，但它的讨论量为什么能冲破50亿？因为2个主演之间有一种真实的东西，观众感受得到，你骗不了观众的眼睛。第二，所谓的与 quote 不被看好，与 quote 永远只是开场白。王安宇在神隐之前，有人说他配不上赵露思，神隐之后，他的名字和赵露思放在一起，没有人再觉得哪里违和。后来的小巷人家让他再次证明自己，机会从来不是等来的，是拍出来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一种默契比爱情更难得，它叫做与 quote。 在最难熬的时候，有人跑过来递给你一块小饼干，与 quote。 王安宇说，那1个月减肥最痛苦的日子，是赵露思的陪伴治愈了他。这句话不管你怎么解读，都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也许这就是与 quote 化学反应与 quote 的真实含义，不是爆炸，不是烟火，而是2个人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了同一段时光，然后彼此之间留下了某种改变不了的印记。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你们觉得王安宇和赵露思如果真的2搭，你们最想看什么类型的故事？
古装继续。